万劫一样，害怕你离开我。师傅，我们回去吧。师傅，我坚持住了。你想说什么呀？我错了，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。我实在是太想师傅了，就算知道师傅会生气，也想要见到你。而且，我这些天跪在这儿，从未曾有过怨恨师傅的心思，想的都是师傅对我的好，想我们在紫竹峰的日子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知道师傅一定不会丢下我不管，一定会回来看我的。对了，师傅，你看这水仙台的仙果和咱们南华的不一样，我想把它做成小桔灯，放在师傅的案头。虫儿的心意比什么都重要。师傅不生气就好。只是师傅，你以后不能不带我下山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你就想丢下我一个人拯救天下？真傻。橙子，你可醒了！我刚醒，饿死了都。也就你睡得这么香，你都不知道你师父带你回来之后发生了什么。该不会是秦科出什么事儿了吧？秦科还好，只是被关了禁闭。倒是穆师叔，穆师叔出什么事儿了？他因为违反教规，被督教罚了鞭笞之刑，暂停手做弟子之职。还要在祖师殿思过。这为什么要罚穆师叔啊？督教要打也应该打我才是，是我逼他们出去的，又不是他们。就算大家都知道此事因你而起，理应让你受罚，但你是崇华尊者的徒弟，督教再起也不便罚你。可他又得给其他弟子立为警示，所以只能责罚自己的徒弟了。那我去给他们求情。哎，这平时看着小脑袋瓜挺机灵的，遇到大事反而不灵了。这罚都罚的差不多了，你去干嘛？火上浇油啊？那我去找师傅给他们求情。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我劝你还是消停会儿吧。过好自己，千万别在这尊者们生气了。
可是我也得想想办法吧。钱师兄，虫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是朋友，你为了我受罚，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管？都是我连累了你们，是我太任性了。不过我发誓，以后你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我赴汤蹈火都不怕。拉钩。你不信我？你这次为我冒了这么大风险，以后你遇到困难不许不告诉我。你就答应我吧。拉钩10000年，不许变。我还从未与人拉过钩。那这就算你第一次。对了，这糕点你记得吃，我过几天再来看你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还要再去看一下牧师叔。牧师叔是被我们牵连的，这是雨落凝华霜，对活血化瘀极有用处，你带给他。督教那么狠心，下令什么药都不许给牧师叔，他这是要活活疼死牧师叔啊！谢谢师兄的药了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，这个药是师兄给的。牧师说他们天天看着肯定没事儿，不怕不怕。他现在被封印住了，就是一块废铁，没什么好怕的。虫子，牧师说，师傅，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白衣哥哥？他是不是叫楚不负啊？你从哪里听来这名字？我听宫仙子在万劫面前提起过这个名字。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觉得万劫、楚不负，还有白衣哥哥，他们之间肯定有什么关系。而且万劫他的那个脸……早点休息。从明天开始，在紫竹峰闭关修炼，
好好改改你的脾性。我卓浩这家伙该不会是认真的吧？嫁去清华，师傅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样？抢儿媳妇去！给我站住！你又想调戏哪宫的仙子啊？啊！来我们清华认亲的仙子已经很多了，你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父亲，这次我是认真的，我发誓，我真的要娶南华尊者的徒弟。若是他的话，更加万万不可。为什么呀？父亲之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？他是聪明伶俐，招人喜欢。可我听说洛音凡把他留在身边，虽然百般宠爱，却迟迟不教他法术，十分可疑。而且外界传言说，虫子2次碰到万劫都能全身而退，其中必有蹊跷。父亲，从小您就教导我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你怎么自己还被这风言风语左右了呢？我是让你眼见为实，可我也教过你无风不起浪啊。您说的这些我都听说了，而且我也都知道。可是我还是喜欢他，我就喜欢他，我只喜欢他。够了，这都是你一时冲动做不得数，此事还需要慎重，由不得你任性妄为。父亲，我从见他第一面起，我就喜欢上他了。我知道，之前是我顽劣浪荡，可是遇见他之后，我的心中就没有旁人，满心满眼都是他。父亲，我知道您的担心，我也知道，不能拿婚姻当儿戏。虫子是什么样的，我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你先起来吧。父亲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父亲，我从小到大可没求过您什么。父亲，您就答应我吧。哎，父亲，您就答应我吧。也罢，这亲，我替你去求便是。真的，太好了，我要娶到我的小娘子了。师傅又没来找我，难道是因为我给他惹太多麻烦？他觉得我不听话。师傅到底怎么想我的呀？
宫公主卓耀，说是有事相求。本来以为不过是玩笑打闹，却没想到犬子对尊者的徒弟如此痴情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这当爹的就只好斗胆前来提亲，定下虫子这个丫头。虫子天生煞气，若是借此机会离开，对南华和殷凡来说也是好事。南华和清华向来交好，我本想撮合我的侄孙女素秋和卓少公主在一起，想不到少公主喜欢虫子，那太好不过了。这两个孩子年纪相仿，性子相似，能够在一起啊，太适合了。那就好啊。这件事还是等到尊者来了再说吧。莫非虫子已有婚配？这倒是没有。既然没有，他们又两情相悦，岂不正好啊？莫不是南华瞧不起我们清华，觉得我们清华高攀不起？哎，我说不可。尊者，有何不可？虫子年纪尚轻，还不宜婚嫁。在人间这个年纪，已经可以成亲生子了。她还需潜心修行，度得仙骨。嫁到我们清华，一样可以修行。她是我的徒弟，必须在我身边。尊者把自己的徒弟保护得如此寸步不离，莫非真像外界所言，虫子身上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此言差矣。尊者的意思是，虫子年纪尚小，还有很多礼数不懂，怕嫁过去给你们清华增添麻烦，无端对南华弟子进行毫无依据的揣测。卓公主所为，怎么像乡野匹夫般下品？你，哼，好啊，看来我们清华对这门亲事是自作多情了。告辞。哎，卓公主，卓公主，卓公主，你这话未免太过分了些吧？既然知道他会这么问，就应该早有准备。可是说到底，这是虫子的终身大事，你这个做师傅的都不商量一声，就擅自替他给回绝了。虫子年纪尚小，且无亲人，我自然要替他做主。我的意思是，至少要让他知道这件事，万一他自己愿意去呢？人家卓少公主是仙门后起之秀，那又是一表人才，主动提亲，估计没有人会不满意的。我听珍珠说，他和虫子私交甚好，若是他真的愿意，你我也阻拦不了啊。殷凡，先前随手为他准备的小礼物，他竟然如此珍藏。清华宫的陈颖静。极其罕见，该是卓浩送来的。卓浩这个风流少主，果然会讨女孩子欢心。
师傅。也是，整天跟我在这紫竹峰上待着，可能是寂寞了点儿。不是的，师傅，我跟卓浩不熟，这镜子我也是刚刚收到的。你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是好事，我也不会管你去跟谁交朋友。只是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其实可以自己和我说。你看啊，你不是一直很想出去玩吗？如果你们真的是情投意合的话，我就答应你，你就离开紫竹峰，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你仔细考虑考虑，想好了告诉我。那么，真是丢脸，简直把我们清华的脸都给丢尽了，真是丢脸。尊者当真一口回绝，不留余地。以后你和虫子的事情就此作罢，不准再提。不行，我要去找洛银凡问个清楚，他凭什么替虫子做决定？你给我站住！你还嫌脸丢得不够干净啊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不准去南华，更不准见虫子。凭什么？我要去，我要找虫子，当面问个清楚。你敢？我就去，我就去！啊，爹，疼！走，闭门思过去。爹，疼！师傅，走快呀！我说你冒冒失失的干嘛呀？来，坐。师傅，快坐。你是不是又闯祸了？才没有，我又不是每天只会闯祸的。师傅，等会儿你要是不喜欢，你可不能骂我，也不能表现出来。之前小锦被我送走以后，我看师傅每天都闷闷不乐，在这四海水边发呆，所以我就偷偷去人间抓，买了一条小鱼。不过这不是什么鲜鱼，只是人间普通的鱼，就像我一样。即便如此，也会用它剩下所有的时间陪伴着你，直到你不需要它，直到它死去。师傅，你可不要抛下它，你一定要像爱护小锦一样爱护它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它，不让它受一点点伤害。除了你，还有谁会对他打主意？那师傅就给取一个名字吧。就叫小紫吧，你总不至于吃了自己吧？可是小鱼是小鱼，我是我不想让它叫小紫。我就喜欢小紫陪着我。师傅是喜欢哪个小紫陪着你啊？师傅，你快看！精研 P59全面配方，营养一步到位，全面营养100年精研。海普诺卡1897邀请继续收看《虫子》。虫子和洛因凡的关系进展得很快，比我们计划的还要顺利几分。命定之人，命定之事，自然要顺利多了。他对万劫怎么样？看来他已经察觉到万劫就是楚不服，引自己入仙门的人如今成了魔，想必也是很难释怀吧。放不下才是最好的。眼下时机已到，是时候动一动。
出事了！师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夜有人擅闯祖师殿。昨夜有人擅闯祖师殿，妄图施展血咒，唤醒天魔令。天魔令！这不是真的，这是一场噩梦。天魔令一事事关重大，恐有魔族的奸细混入，必须彻查。是。你们有谁知道这天魔令的来历？弟子斗胆，听说过一些。讲。数十年前，魔尊逆伦野心勃勃，不仅率领邪魔暴虐人间，更是大胆进犯仙门。天山派与蜀山派等数十门派均遭重创，逆伦更是攻上南华，妄图进入通天门，摧毁六界碑。幸南华天尊以极天之法中的一式寂灭，将其斩杀，天尊也因此负伤元界。逆伦正是用这天魔令来召唤虚天群魔的。如今魔界之所以不同往昔，正是因为他已被逆伦所封印，从此再没有魔尊能够凭此来召唤群魔了。弟子以为，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天魔令被封，而是因为仙门中弟子不忘重任，谨记天尊教诲，上下齐心，守护苍生，所以魔族不再猖狂，天下方得安宁。对啊。天魔令被逆伦施以禁术，唯有至今施以血咒才能解开。如今这天魔令上留有血迹，很显然是有人昨天晚上潜入祖师殿，妄图施用血咒唤醒这天魔令。但此人并没有得逞。即使如此，深究无益。逆伦并无血亲，他失败也是自然的。只是此人既然试图唤醒天魔令，可见心术不正。若留此人在南华，以后必出大事啊！此人身为我南华弟子，却心存邪念，我南华绝留不得这种败类。倘若他自愿伏诛，我与天机尊者可网开一面；否则的话，必按教规严惩不贷。怎么，无人敢认呐？既然无人敢认，那么就请天机尊者卜测，查明真相。
不是，这只是做梦，这不是真的。你还狡辩，上面明明就是你，难不成还能作假？这还轮不到你说话。沐玉，你作为首座弟子，就是这样教导同门规矩的。你若教不好，我来替你管。妙媛师妹也是为南华考虑，才会出言顶撞的。天机册已经重现昨日情景，施展血咒唤醒天魔令的，正是那虫子。你还要护他到什么时候？不是我，我昨晚昏昏沉沉的，似有梦到过这一幕，可是那只是做梦。我昨晚哪儿都没去，就待在屋里，而且这天魔令我一看到他就会做噩梦，我躲他都来不及，我怎么可能会去找他呢？照你这么说，那天机尊者冤枉你了。这真不是我，明明就是他自己朝我飞过来的，而且那个什么血咒我根本就没有学过。来呀，将逆徒虫子给我拿下！谁敢动？我徒弟的性子，我最了解。他胆子虽大，但他不敢做这件事，也没有理由这么做。哼，仅凭他一面之词，怎可令人信服？此事确有蹊跷。若虫子有意隐瞒，为什么要说梦魇这种无人可证的信词？弟子以为，游记的魔尊逆伦手下有擅长梦魇之术之人，可操纵人的心智。这虫子，怕不是中了这梦魇之术？胡说！我南华戒备森严，且有神兽灵禽守山，魔族的奸细如何能混得进来？天机尊者既可算出昨日之事，那定也可测出虫子是否为梦魇之术缠身。我愿意让天机尊者查。督教，既然如此，不如将虫子收入仙域，将它与天魔令可给。其他的事，我们日后再细细详谈。你认为如何？师父自然是同意的，只要能还我清白，让我配合什么我都愿意。只是，若届时水落石出，还请督教尊者恩怨分明，不要再拿煞气随便冤枉人。你真的愿意入仙域？比起清白，受点苦不算什么。况且我也相信师父一定会给我一个公道。真不愧是我洛阴凡的徒弟。平日里仗着自己是尊者的徒弟，从来不和我们练功比武。今日正好，你我的师傅都不在，快让我见识见识尊者到底教了你什么好法术。我不想和你动手，可是我想，你不是煞气了得吗？别藏着掖着了，快让我们见识见识。或者你叫我一声大师姐，说你不配做尊者的徒弟，我便放了你。可惜的很，我偏是我师父唯一的徒弟。洛阴凡的徒弟从来不会争强好胜，更不会伤害他人。倒是你，怎配做南华的大师姐？是吗？你们竟敢以多欺少，还对同门滥用私刑！卓少公主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们只是在替南华惩戒他。惩戒？你有什么资格惩戒虫子？卓少公主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虫子妄图偷取天魔令，督教命我们将他遣去仙域，路上不得耽误。不用理他们，小娘子，我带你走。我不能跟你走，我要是跟你走，就真的说不清了。我答应了等师父，他过几日就来接我。我相信他，我要是跟你走了，
他上哪儿去找我呀？怎么张口闭口都是你师父？你这么在乎他，可他呢？还不是让你任人宰割？这到头来吃亏的是你自己。我劝卓少公主不要插手本门派的事情，还请让路，这样回去我也好有个交代。若你非要阻止，休怪我们得罪。我们走，不用管他们。他要跟我走。小娘子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多管闲事，从此根本不会被万劫带走。我得赶紧回去禀告尊者。你还在怀疑是梦魇之术？可是师叔说了，南华戒备森严。仙门弟子怎么会沾染魔族法术？万一有漏网之鱼呢？在虫子进入祖师殿前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在天机册上有没有找到线索？如果真的有求必应，那就不叫天机册了。要知道，你想要的线索还需要一些时间。不过我总觉得这件事是冲着你的徒弟来的。尊者，方才来了急报，司马妙元一行人在前送虫子的途中遇袭，虫子他被万劫劫走了。之前，正是名满仙界的长生宫首座楚不负，也就是你的白衣哥哥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在盘海镇见过你，当时你还是一位仙人。滚！你还记得当初在盘海镇救过的那个小乞丐吗？他们都欺负我，还用石头砸我，还要抠我眼睛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就是想亲自跟你说一声谢谢。虽然你的样子变了，但是我知道你就是长生宫首座弟子楚不负。这里没有楚不负，只有魔尊万劫。你不承认也无所谓，我不怕你。我现在法术已经很厉害了，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小乞丐了。
天生煞气，怪不得洛音凡会咬你。既然你不承认你是大哥哥，那我也没有必要跟你套近乎。你是魔尊，我不过是南华一个不起眼的小徒弟，劫走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吵死了！你要是能够安静一点，或许还能留你一命。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依你所言，就让虫子自生自灭？他有意接近天魔令，显然是心术不正。要不是你一味的袒护他，他早就被逐出南华了。现在他被万劫劫走，那也是他的命数，怨不得别人。要那些旁人也无用，我自己去找。殷凡，殷凡，他现在都这样了，你还要亲力的寻他救他？且不说万劫有多么的心狠手辣，藏匿之处有多么的难寻，单凭你为了寻找虫子而舍身冒险，就已经是逾规越矩了。规矩？敢问督教，如果连自己的徒弟都保护不了，如何守护仙门，保护苍生？来人！弟子在。传令下去，让所有的弟子都出去寻找虫子的下落。一旦有他的消息，速速来报。是。等等。记住，有了虫子的下落，立即向我禀告，不能让其他人知道，明白吗？虫子这个丫头啊，简直是殷凡命里的克星啊！快把小娘子交出来，否则别怪小爷我不客气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原来尊者还知道找自己的徒弟。这话该我来问你。问我？要不是你让虫子去仙域，他也不会碰到这种事情。我徒弟的事，不需要外人插手。你的徒弟弄丢了，却来我这魔神殿要人，会不会太荒谬了？交出万劫，否则今天我就屠了你的魔功。万劫不在我这儿，你在这里闹也没什么用。你不可能不知道，万劫身为魔尊，心高气傲，从不屑与我们为伍。这万劫之地，是个不在仙界，也不在魔界的地方。唉，是不是提示的太明显了？卓公子可还有事？晚了就要被陆银凡抢先了。这次就先饶了你们这群魔族，下次小爷再来给你们点教训。有本事你就放了我呀！把我困在这儿，算什么本事啊？清静。
此剑与天魔令一样，都封印着逆轮一半魔力。若是用它危害六妾，这么多年还是爱用这一招，你还不承认你就是白衣哥哥？看来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啊！这剑你毁不了，这个地方你也别想出去，别白费心思了。我知道，你跟南华的奸细勾结，故意掳我至此。挺聪明的呀，被你发现了。我去仙牢的事儿没几个人知道，你既然能在路上偷袭我们，就证明有人给你通风报信。是不是有人用宫仙子要挟你，所以你只能乖乖听话，对不对？我说对了，要不你把我放了，我让师傅帮你和宫仙子。我的事，你不要多管。殷凡，你别着急啊，万劫之地没这么好找。你想，那万劫之地，它四周都是结界，还被万劫给下了隐秘咒。除非万劫告诉别人这地方在哪，不然没人能知道。我现在啊，也只能算出个大概方向。我和万劫交过手，他早就不是当年的楚不负了，身上魔性极重，我怕他会利用虫儿身上的煞气。不在仙界，不在魔界，难不成是毗邻妖界的大荒之处？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您这是干嘛？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救虫子？这不正是孩儿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吗？哼，就你那点能耐，还想去魔宫救人，还嫌自己伤得不够吗？这些都是小伤而已，不打紧的。您要是觉得我不行，您可以给我多派点人，帮我搭把手嘛。你做梦！你自己找死也就算了，还想搭上清华宫其他人的性命。我告诉你，别老想着逞英雄，虫子是南华的人，还轮不到你来管。你给我好好待在清华养伤，哪儿都不准去。父亲，父亲！看来他不是想害我，只是想把我困在这儿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你逃不出去这里的。哎，你怎么了？看到我没死，失望了？哎，谁要你死了？难道你就不想离开？我当然想啊。要不你做个好人，把我给放了？做梦。那也不要求你做好人了，你做个人对我好一点，相对的呢，我也会对你好的。啊！快喝点水。你看啊，这里就咱们俩，你
你现在又受伤了，也需要人照顾。虽然我入不了你眼，但我照顾人还是有经验的。我师傅可还夸我灵光呢。我又不是你师傅。那当然，我师傅只有一个，你嘛，顶多当我大叔。啊，你慢点喝。你好好休息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师傅，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被抓到万劫之地了？你有没有担心我？有没有来救我呀？监狱了。不行，外面设了结界，就算拿了剑也出不去。除非……他现在没有抵抗能力，我下手，他必死无疑。 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白衣哥哥，他是身负血债的魔尊。杀了他，就算给那些无辜的人抵命。不行，刚才要不是大叔推了我一把，我就被那石头砸死了。我怎么能乘人之危啊？ 受了欺负可以生气，可是千万不可有害人性命之心，你可知道？
还好，没什么事儿。我还以为你带着剑跑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这里到处都是结界，我都出不去。你应该不知道吧？更是洛音法用了地煞术，他没有办法闯入此地，就用法术让地面震动。其实，你刚刚要是用你的仙门灵力接应，他便能感知到，就救你出去了。地煞术十分耗费灵力，纵使是云丘天尊在世，也很少使用此类法术。看来洛音凡还真的挺在乎你。别傻了，他以为你不在这里，早就走了。我真是太傻了，我当时就觉得这股力量很熟悉。倒也不必后悔。还给你。魔蛇，幸好你没有带走这把剑，这不是真的逆卵之剑，而是虚天魔蛇所化，生性剧毒，且它十分听主人的话。你没走，是你的幸运，否则，你就好好待在这儿吧，认命。